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特利多教会的生活日志。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那把锤子。2022年深秋，教会终于走出了疫情的阴霾，到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巴尔港旅行。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颇负盛名的克拉克湾海边采集海蚌的经历。身上穿着不合身的雨衣，脚上穿的是大一号的雨鞋，左手提着一个干净的小水桶，右手拿着弟兄们指定给我的工具，一把铁锤子。我小心翼翼地走在泥泞的海床和满是青苔的岩石上，满心期待地能挖到许多海蚌。作为一个在内陆城市长大的人，那天的我显得特别笨拙。我并不知道在要来的几个小时，一个难忘的回忆即将发生。退潮了，海底的泥沙终于露出水面，这是挖海蚌最好的时机，但是离涨潮只有2-3个小时的时间。露出水面的海床比我想的大多了，一眼看不到尽头，空气中弥漫着海的味道。我们挣扎着走了15分钟，首先发现的是岩石上密密麻麻的贝类。我用锤子上钩状的一头取到了一些，但是并没有看见海蚌，因为海蚌是埋在海床里的。不久，圣徒们纷纷传来了挖到海蚌的捷报，我也就迅速地开始在泥地里挖掘。但是锤子不是铲子，它挖不深，虽然挖了很久，却总是挖不到海蚌。渐渐的，我失去了耐心，在心里嘀咕：主啊，就不能让我挖到一个海蚌吗？一个就行。然而我挖到的都是石头。其实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让我停下来，但我就是停不下来，非要挖到海蚌不可。一想到别人挖到的许多海蚌，就让我闷闷不乐。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弟兄2手捧着牡蛎，迎面向我走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是如何从岩石上发现它们的。但我无法与他同乐，心里只想着我要的海蚌。我所注意的不再是与弟兄姊妹的相调，而是与他们的意气之争。快涨潮了，弟兄们催促我们用自己的工具快快地采集。就在这个时候，身旁的姊妹似乎有意地对我说，其实你可以用你的锤子来采集牡蛎，不一定非要挖海蚌。在自己里面挣扎了几个小时，疲惫的我终于向主回转，接受了姊妹的提议，放下了对海蚌的坚持。没有多久，我便发现锤子的确可以轻松地将牡蛎从岩石上剥落。很快的，我手中的小水桶里就装满了牡蛎。采集结束了，看着满满一桶我原本不配得的牡蛎，握着手中似乎是随意得来的锤子，这一刻我百感交集。海蚌和牡蛎有什么差别呢？我为什么这么坚持，不能安息于主主宰的安排呢？我是多么的倔强、悖逆，完全越过了主。主啊，谢谢你从一开始就给了我这把锤子，让我一直挖到石头，一无所获。这不多不少，正是我所需要的，把我这个复杂、骄傲、瞎眼、争竞、满了自己、满了意见的人暴露出来。感谢你的怜悯和你不放弃的爱，使我真实地认识自己，让我看见了你和你的身体。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
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